這是走西口的第一要道，它就是昔日的沙湖口。在明代，这邊是抵御蒙古的前线，所謂的沙湖就是這麼個意思。如今這邊已經成為了景區，它就是位於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的沙湖口长城，名字是后改的，具體則位於山西與內蒙的交界處。跨過這個隘口，你就從山西抵達內蒙了。如今的沙湖口長城，其文保級別並不算高，只是一個縣级文保單位而已。恰好夏天那會兒，我一直住在大同避暑，所以就一脚油門開了過來，順便帶着各位來這邊一起逛上一逛。大家好，我是徐工，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是在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长城啊，也就是走西口的那個西口。一會兒我們来好好的逛一逛这。我是2025年7月去的，現場車位多，隨便停。下車之後稍微走走，就看到了康熙西征铜像。铜像本身沒什麼，我給你們念念下邊的牌子，上面寫的是唯我晉商先驅請纓受命，毀家疏難，共赴沙場，兵馬糧草，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整的還他媽挺自豪的，處處都透着忠義2個字。現在我們先去右玉縣博物館，畢竟沙湖口的名氣沒那麼大，所以到博物館去提綱挈領的做個了解，這樣效率會更高一些。我們先來到第一單元，不到長城非好漢，並從現場看到沙湖口在過往2000多年的歲月中換過很多名字，以及現场還還原了當初的建築示意圖。如果覺得示意圖不夠清晰，可以直接看沙盤，後面展出了一些明代衣甲，保存的還算是挺完好的。再往後是一個大列表，是明代右玉軍事名人錄，畢竟這是2鎮3關的重要組成部分，名將歷史會更豐富。其中提到了著名的麻家將，因為軍功卓著，所以他們家也得了不少的牌坊。第二單元叫做茶馬故道。自隆庆開關之後，沙湖口就成為了貿易重鎮，其中展示到的平吉堡簡直就是個商場，哪像軍事重鎮呢？然後我們發現，在康熙西征噶爾丹的時候，隨軍支援的晋商頭領就是大聖魁了。再往後介紹了一些晋商大院，但没往細處說。要麼地上文物看山西呢，因為擴過，所以有貨。再往後是一些民俗技藝，看着很親切。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厅。現在我們進入另一側的右玉史館，看到右玉現在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都有遺址留存，對應实物是石器時代的文物。在之後的歷史階段中，名將李牧在此修建長城，這是他2000多年歷史的開端。秦漢時期的歷史遺跡是沃陽縣故城遺址，現場附帶了很多出土的漢朝文物。隋唐宋元時期，此地多為草原民族所居，也有对应的文物展出。明清就簡單了，明朝這裡是邊境重地，也是貿易重地，自然附帶了很多的精美文物。清朝更是晋商貿易的要道，之前提過，就不多說了。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家博物館。在初步了解完右玉縣以及沙湖口長城的歷史之後，我們準備登上長城了。它的中心门樓正在施工，所以沒法到中間去參觀，甚是可惜，只能看看城牆本體了。我們慣常認知中的長城一般都是這種磚砌長城，但實際上早期的長城都是以夯土長城為主，包括眼前的沙湖口長城其實也是如此。它最早是在明万历年間開始用磚的，而且還是在夯土之外包砌一層磚石，那便形成了如今沙湖口長城的雛形。如今我們在邊緣地區還能看到夯土與磚牆的接口。以上說的是它的防禦功能，但邊關之地的功能絕不僅限於防禦，還包含了貿易。明代邊關管得嚴，明面上不讓貿易，但管不住私事貿易。除了漢蒙邊民之外，甚至連官兵都參與其中。在明弘治年間，大同鎮就有一夥人直接拿鐵器和蒙古人換馬匹。後來官方追查時發現，連總兵都參與進來了，根本攔不住。之後在邊關一帶，人們乾脆就直接私造兵器，方便和蒙古換東西。有用米豆換牛的，有用杂粮換羊的，用糧食換鹽的，還有用布帛換其他東西的。所以在俺答汗封贡之後，乾脆直接大開貿易之門，讓官市直接頂掉了私市。沙湖口也成了互市貿易的重鎮，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隆慶開關了。換馬匹不用再偷偷摸摸的換，而是直接光明正大的來。
而在清朝，沙湖口的身份发生了轉變，它成為了一個徵稅的關卡。之後的晉商跨過了這道關卡，不僅把生意做進了內蒙，甚至都一路挺進俄羅斯了。除了晉商之外，因清朝戰亂、天災人禍而活不下去的農民，也選擇經此關口，從山西奔向內蒙開荒求生。走西口的關口不止沙湖口這一處，但走這個口的人無疑是壓倒性的多。現在一拍影視劇說走西口，就瞄着清末民初拍。其實從明朝中後期到清末民初，走西口差不多持續走了300-400年。要知道，內蒙的汉族占比是78%，這個數據還是從第一次人口普查的85%一步一步給降下去的。這個人口基數不可能是清末民初幾十年走出來的，還需要更長的周期才能形成這樣的人口比例。如果我們離開長城往博物館後邊走，就會找到一座通順橋，這是山西省文保單位，比沙湖口級別還高。橋頭還有一對石羊，已經被風化到模糊了。當時走西口的那些人，無論是晋商還是平民，這一路都是很凶險的，所以人們就把對未來的期待以通順二字寫進了橋的名字裡。與它緊密相連的那條道就是西口古道了，這也是山西省级文保單位，比沙湖口級別高。我們只在這條路上往前走了一點點，因為这条古道實在是太不好走了。對於走慣了柏油路的我們來說，這樣的石頭路實在是凸凹不平，不怎麼好走。但對於幾百年前那些為了生計用小車推上全部家當走上這條路的人來說，這已經是一條好路了。他們走上這條路的時候，並不能看到清晰的未來，但能確定的是，只要停下來，那必然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没什麼選擇，只能勇敢地邁向這條路，把未來交給時間和天命。如今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在重複祖先的路？多少人為了生計背井離鄉，擠上了北上深杭的地鐵，蝸居在小小的出租屋裡，經受各種苦楚，只為在陌生的城市掙一口飯吃。但只有極少的人才能在自己漂泊的城市扎下根，多數人終歸還是要黯然退場的。這和幾百年前走西口的人又是何其相似呢？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